据英国《卫报》报道，加拿大日前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坎卢普斯一所印第安人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后，联合国9名人权专家周五一致敦促加拿大政府迅速并且彻底调查该事件。曾在该寄宿学校就读的一名幸存者，近日还向美媒讲述了自己噩梦般的经历。事件发生后，加拿大原住民组织第一民族大会全国酋长贝勒加德就此事对媒体说：“这是对原住民实施种族灭绝的又一明证。”9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周五敦促加拿大政府对这些死亡事件的情况和责任进行全面调查，包括对发现的遗骸进行法医检查，并对失踪儿童着手进行识别和登记。这些专家中包括联合国土著民权利、儿童性剥削等问题的特别调查员。他们表示，该事件是对土著儿童大规模人权侵犯的行为。专家们还呼吁加政府在本国所有此类寄宿学校进行调查。据报道，该所寄宿学校是加拿大在19世纪末建立的原住民寄宿学校中较大的一所，于1977年关闭。当初建立这些学校是为了强行同化当地的原住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近日采访曾在该寄宿学校就读的一名幸存者加里戈特弗里德森，他对于发现215名原住民儿童遗骸且没有死亡记录这件事情，他完全不感到惊讶。那么这种学校呢，实际上它就是从文化上进行同化原住民，进行文化种族灭绝的一种手段。那么在这个联合国人权高专业指出，这种做法呢，它是违反国际法的，构成种族灭绝。那么下一步，加拿大政府是否会采取措施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加拿大和美国很类似哈，它也是奉行白人至上主义。那么它的这种种族歧视也是根深蒂固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歧视。那么如果想改变这种状态的话，不仅需要政府的诚意，也是需要一系列制度性的变革的。周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只是要求本国天主教会对坎卢普斯印第安寄宿学校发现215个原住民儿童遗骸的事件作出回应，承担责任并道歉。有媒体就批评道，加政府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得到了加拿大司法系统的支持。2020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安大略省高等法院的一个案件中胜诉，法官支持联邦政府不创建寄宿学校虐待事件的统计报告，也不允许将其他的相关记录直接转移到国家真相与和解中心。一直以来，加拿大总是扮演人权教师爷的角色，屡屡对中国涉疆涉港问题指手画脚，对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极尽炒作。但对于本国出现的人权惨剧，要么视而不见，要么推脱责任。也就在特鲁多对原住民儿童遗骸被发现而做出回应当天，他又转变成另外一副面孔，继续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他表示会在下周将要举行的 G7 峰会上提议就所谓的人权问题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施压。5月初，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已经明确表态，国际奥委会会坚守奥林匹克宪章，反对将奥林匹克运动政治化，愿同中方继续密切合作，全力支持中方如期举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周四，他又再次强调，以政治借口抵制奥林匹克以及运动会主办方的论调是缺乏敬意的最露骨表现，这种做法违反了奥运会的政治中立原则。事实证明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借人权问题打压其他国家，这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一种手段。那么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也看到，这就是人权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一个赤裸裸的体现。所以我们说，特鲁多这一次在 G7 峰会上准备提出用人权问题来向中国施压，也是再一次证明了人权在他们的眼里只是一个说辞，是用来遏制中国的一个手段。此外，加拿大个别组织近日还向加众议院加中关系特别委员会提交报告，误称中方进行所谓通过代理人和前线组织恐吓招募华裔及加拿大政学商界人员，通过民间团体散布针对新疆、西藏、台湾、香港等虚假信息。对此，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官方网站周六发文指，上述言论纯属无稽之谈且别有用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多次强调，中加交流合作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但一段时间以来，所谓中国威胁论在加国内沉渣泛起，一些人热衷于拿国家安全说事，试图通过抹黑攻击中国来煽动反华情绪，博取眼球，进一步毒化中加关系氛围，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度。我们敦促这些人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正确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中加关系，停止把中加正常交流合作政治化、污名化的行径，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普京在与拜登会见前直言警告美国不要走苏联的老路，您是如何解读呢？主持人好，普京呢警告拜登政府，你别太自信，别太自以为是。当问题呢多到难以应付的时候，你就得退却，你的下场呢可能和苏联一样。普京说这番话呢是在与拜登会晤以前，一方面呢是警告美国不要太张狂、太自信，另一方面呢也是好言相劝，不要悬崖勒不住马，一头呢栽到粪坑里了。普京呢说的蛮形象，还真是。美国呢正以自信和坚定的步伐呀走在苏联的老路上，一手呢拉团团伙伙，自以为强大到无人可阻拦；另一手呢破坏国际规则，不顾全球合作与经济市场化，通过付钱收买、武力恐吓、经济制裁，迫使他国呢选边站，来蛮横的解决问题。而最可怕的呢是美国呀以为用霸凌霸权方式可以步行天下，有无限资源可以大水漫灌，殊不知呢更多的国际问题没有他国的合作，没有对手的帮助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呢气候变化、军备控制，再比如说呢这个疫情防控、国际反恐等等。那么就是在经贸领域呢，这个几十年全球化形成的产业链布局和国际分工，不是你想破呢就能破的。举个例子，拜登政府呢通过拉黑名单呢来禁止美国人投资中国企业，但是呢资金流动呢它是看市场而不是听美国政府的。那么中国美国商会呢今年发布的报告就指出，61%的受访者企业呢也仍然是视这个中国呀为首选投资目的地，而且呢对中国这个向外资企业进一步开放这个市场的前景呢是充满了信心。美国和中国呢搞不好关系，和俄罗斯呢也是搞不好关系，想阻止俄罗斯和德国的北溪2号这个天然气管道也是阻止不了。所以呢普京呢就给拜登提醒，这个世界呢不是美国想干啥就能干成的，还是呢要有点自知之明为好。那么最好呢要听听中国的老话，这个众人拾柴呢火焰才高。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竟拿2022年北京冬奥会说事，称他为有关国家联合向中国施压提供了机会。他究竟想干什么呢？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呢，这个有些网友呢也称他是小土豆，这呢是有点意思的。这小土豆呢，在英文中是 little potato， 就是小人物的意思，与 big nose 相对。那么在国际社会呢，加拿大虽然在国土面积上呢是世界第2大国，但是呢在政治外交上呢，它是一个小土豆。这个话事权呢还是比较小的，影响力也不大。小土豆的咋呼呢是想引起一轮舆论风波，而具体办法呢就是美英的一些政客想出来的，就是呢这个西方的官方呢要设法摆出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姿态，不派高级官员参加，只让运动员参加这个冬奥会。那么这种所谓的集体施压呢是污名化中国的伎俩，企图呢以人权的名号压缩中国影响力，打压中国发展的成果。同时呢，这个小土豆啊，也是想借此拉拢西方的国家，想从中国要人，就是2位啊以间谍罪指控的加拿大人。我想呢，他的2个目的都是达不到的。抵制北京奥运会可不是仅仅污名化中国，而且呢是污名化世界，是给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抹黑。多数国家呢是不会答应的。想要2位加拿大间谍也没那么容易，除非呢加拿大做得特别好，做出尊重国际法的实际行动来。换句话说呀，小土豆的咋呼是咋呼不出什么大动静的。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